事实上，德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北约内部存在的巨大分歧。周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会晤后表示，在乌克兰实现和平是可能的，问题只是在于让乌克兰愿意为此付出多少领土、自由和民主。他补充说，北约打算继续提供武器，帮助乌克兰在与俄谈判中给予最强有力的地位，而谈判应该结束作战行动。斯托尔滕贝格这番话并非空穴来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5月下旬就做出预测性发言，呼吁西方向基辅施压，以恢复与俄和谈，即使乌将不得不在此过程中失去部分领土。虽然美国和英国官员公开坚称乌克兰能够打赢俄罗斯，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近的报道显示，华盛顿、伦敦和布鲁塞尔的官员们在乌克兰官员缺席的情况下会晤，试图策划停火与和平解决方案。美国新闻周刊还指出，当美、英、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希望对俄造成战略性失败时，德国、意大利、法国更关心尽快结束战争。西方的所谓的团结支持，它是有限度的，包括西方现在制裁一些反作用。马克龙最近说了，要增加军备的话，应该自己生产武器，不要老是买美国。对吧？所以在北约内部有不同的声音。与此同时，北约方面正为瑞典、芬兰加入北约一事全力斡旋。周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访问芬兰期间表示，土耳其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北约仍在与土耳其进行谈判。And these are legitimate concerns. This is about terrorism, it's about weapons exports. And we have to understand and remember that no other NATO ally has suffered more terrorist attacks than Turkey. 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表示，关于申请加入北约的事项，芬兰将与瑞典共进退。如果瑞典因无法及时解决土耳其的担忧而推迟获得北约成员国资格，芬兰不会单独加入北约。瑞典和芬兰5月18号正式递交加入北约的申请。按照规程，北约必须在30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前提下才能吸纳新成员。土耳其政府近来多次强调，两国必须停止对库尔德工人党、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以及居伦运动的支持，并解除对土耳其出口国防设备的限制。周一，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瑞典表示，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的流程比预期复杂，两国获准入约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即将在6月底举行的北约峰会不是批准两国能否加入北约的最后期限。考虑到土耳其方面的关切，瑞典将从7月1日起对反恐立法进行修改，这将进一步加强反恐斗争，并将确保该国武器出口的立法框架。据悉，新法规定了对包括向恐怖组织提供支持在内的各类恐怖主义罪行的惩罚。And we are taking them very seriously and have engaged in a dialogue together with Finland in order to find a way forward with Turkey. 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冰。陈先生您好。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日前谈到俄乌冲突的和平前景时说，要看乌克兰愿意在领土和主权上妥协多少。那么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呢？主持人好，北约秘书长的话呢让西方震惊，变相的承认北约国家呢有点扛不住了，不仅在经济和军事上无法持续对乌克兰的支援，而且自己的经济呢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看不到乌克兰呢有胜算的可能。他讲话的第二天呢，美国股市下跌加剧，标普500呢进入了熊市。俄罗斯切断乌军后退的线路，炸掉桥梁，夺得北顿涅茨克，意味着乌军呢几乎要丢掉顿巴斯地区。那么最尴尬的是，100多天的战事对俄罗斯严厉的经济制裁，现在呢反向制约欧美。美国的通胀率高达8.6%，德国通胀率50年来最高。而俄罗斯开战后在能源上赚到的钱呢，居然比战前几个月还要多。当冲突，特别是经济制裁反过来伤害欧美的时候，那么欧美国家呢，不仅开始分化，而且相互算计，准备如何退出了，如何摆脱危机。这烂摊子呢，则要交给乌克兰自我解决。北约秘书长呢，在赫尔辛基的讲话，我觉得是给出了北约国家退出援乌抗俄的线索，就是呢，要乌克兰呢让出部分领土和主权，与俄罗斯进行停战谈判，免得呢连累了欧美经济。北约秘书长呢还提到二战中芬兰以土地换和平的例子，显然呢是暗示
这个乌克兰呢也可以学习，现实一些。那么可能的结果呢，就是俄罗斯获得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部分领土，换取停战协议。乌克兰呢则芬兰化，成为中立国家。当然了，欧美对俄经济制裁可能还要维持，但是呢，先停战再说。那么俄罗斯想要什么，能得到多少呢？就是接下来要谈判的重点。但可以预见的是，俄乌即将从冲突转向和平谈判。痛骂和攻击普京的西方领导人，恐怕呢还将与他礼貌的打交道。据报道法德意三国领导人将要一起去基辅，恐怕呢是去劝说这个泽连斯基别打了，打不过当然呢，也不排除在开启谈判以前，北约国家呢给乌克兰的先进重型武器，可能呢要发一下威，让俄军呢吃点苦头，给乌克兰留点面子。恐怕呢有一场激战，但大事是这个北约国家呢已经患上了战争疲劳症，不想呢把战争呢拖延下去。北约秘书长对芬兰、瑞典加入北约的事也有个表态，说土耳其的安全担忧是合理的。那么您觉得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北约对俄罗斯呢也是无可奈何，准备妥协了。这次这个俄乌冲突，北约其实呢有2套获胜的构思，一呢是乌克兰奇迹般的阻挡住俄军的进攻，能把俄军呢挡在东巴斯地区。那么俄罗斯经济呢在制裁下这个无法支撑战事以后，那么就可以谈判了。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呢，在开战前就放过风，说这个俄军的小规模军事行动可以容忍，指的呢就是俄罗斯解放东巴斯，但不要进攻乌克兰南部地区。俄军呢调整军事策略以后，集中兵力在乌克兰的南部和东部地区呢发起了进攻，而且呢这个乌军呢是节节的败退。这个时候呢，北约拿出了第2套获胜的思路，就是要这个瑞典、芬兰呢加入北约，这样呢就形成了乌克兰败了，北约却胜利了这样一种格局。因为俄罗斯呢发起军事行动，志在阻止北约东扩，而瑞典、芬兰加入北约，反倒实现了北约的进一步扩张。那么俄罗斯呢不就失算了吗？瑞典、芬兰呢这个动起加入北约的念头呢，我想一定有大国在背后支持和怂恿。但是呢，土耳其却拒绝。那么现在呢，北约秘书长说土耳其的反恐诉求可以理解，其安全担忧呢是合理的，这意味着北约的扩张念头呢被暂时搁置了，不再给这个俄罗斯施加地缘政治的压力。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呢，我猜测是北约国家将要和俄罗斯呢加快接触，尽快的启动停战谈判，争取在冬季来临前呢这个熄灭俄乌战火。